你现在是复盘的用 AI 是吧？对，因为我做了当家主母嘛，就是女人是肯定要把钱握在手上的。我们家的话，现阶段就很像蜡笔小新家，你知道吗？哇，我觉得你这个思路、这个想法，不黑不吹，已经打败了全国99%的大家。你小心，再加上一些精神上的意念，拿神学。我是富人，我可以变富，我绝对会有钱。我会每一个月的话，先把那个储蓄金定下来。哎，这种状态真的很好，这种梦上外求的状态，精神状态真的是太棒了。大家好，这里是阿文与德西，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频道去分享一些人生课题和解决思路。我是阿文，一个澳洲留子 INTJ，目前在宇宙上打工。我是德西 ESTJ，韩国留子，然后之前也是在大厂打工，现在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类。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大厂牛马一年钱都去哪儿了。阿文，网上都说大厂挣得多，我现在想替大家来扒一扒你一年的支出的情况。啊，你要是说这个的话，就到我说出去了。哎呦，这么仔细。因为我本来就是数据科学专业的，嗯，我定期是会 review 我的这个消费情况，那感觉非常专业呀，你展开讲讲呢？我会定期把银行交易的流水生产下来，然后去把这个交易流水明细和我自己写的这个 prompt 一些大模型，让大模型自动帮我去打一些标签，比如说旅游啊、出行啊、购物啊这样的。然后我会再把这些打完标签的数据去下载下来，粘到 Excel 里边，然后通过一些透视表啊，加上一些简单的可视化，其实我就能够知道说我的这些钱都大概花了多少，分布是怎么样子的。我觉得定期 review 还是很好的一个方式，能知道你钱花在哪儿，然后你之后其实就会有意识的去控制一些方面的一些消费，这样的话就能比较好的去控制支出。这里有一个我个人的小 tips，我是会用一张主要的信用卡去做整个的消费支出的这个主卡，然后这样的话，整个我在导消费明细的时候就会比较集中。等一下，所以你现在是复盘都用 AI 是吧？对，但我感觉你说的那个好高端啊，我们就是能运用上吗？你说的那个方法？其实很简单的，因为现在目前上市面的大模型的能力几乎都差不多，然后这个 prompt 我也可以分享出来给大家，大家只要拿这个东西去用，然后去市面上，比如说豆包啊、DeepSeek 这样的大模型，其实大家得到结果其实都差不多的。哦，OK。你复盘下来的话，你觉得你的钱主要是花在哪儿了呢？我是在旅游方面是比较不愿意去花钱的，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出去玩都能给我很大的一个充电。真的？那你做的决定应该挺贵的吧？哎呀，怎么说呢？那主要还是被算法套路了吧？啊，对，因为我在选酒店的时候，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有预算的，但是它有的时候都会，可能系统就知道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然后它就会推比那个预算高一点点的酒店。但是你看着，对对，就是看着又很好，我就是觉得说那贵一点点就贵一点点吧。但是其实如果时间长一点的话，就累积下来的话，就是这贵一点点，那贵一点就会超很多。那确实是那样子的。所以我感觉就是电子支付时代，就是你对那个数字吧，它没有一个强感知，然后很快就像就流水一样的就花完了。对对对，就是很多时候你网上支付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数字，你支付的时候不像说以前我们花现金的时候，你会明显的感觉钱从你手头上流走了，你会很肉疼。但是现在就是感觉就像一串数字一样，感觉这个价钱和那个价钱就是没有那么的敏感。那你是怎么去做支付方案？我们家的话，现阶段就很像蜡笔小新家，你知道吗？就是我是作为一个家庭大管家，然后给我的广就是花钱的那种。我们最初的时候是先随便花跑了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下来的话，就知道说具体有哪些类别的一些支出，然后我就复盘下来，把那些类别给整理好了。然后所以下一个月的时候，我就会拿到公司之后，进行每一项的一个就是预算的分配。这样的话，如果跑起来了之后，就知道说，哎，这一个月我们具体的哪一项支出有点超了哟，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调整呢？不愧是专家主母。就是新上任的当家主母。这还有每个月还有预算。可以。那你的预算是怎么分配的？你刚好说到点子上，因为我最近跑出来一个进阶的版本，所以我的类别的话大概分成4个类别。第一个的话就是刚需支出，
人嘛，肯定衣食住行，然后还有我们的保险啊、医疗啊。我们现在我俩可能不涉及到什么子女教育啊、父母赡养的，但有些家庭需要的。还有就是提升型的消费，比如说这种提升型的消费、提升型的衣食住行，然后纯娱乐消费，有一些人情支出这样子的。然后第三个类别的话是第二曲线。第二曲线的话，主要是比如说，肯定是要去学习一些技能和知识，然后去创造一些可能后续能够很多机会。对对对。最后的话就是有一个那个储蓄，储蓄的话我是分成备用金和那个长期储蓄金这样子的。备用金就是怎么着，就是你心里有底嘛。这样子的话，我会每一个月的话，先把那个储蓄金定下来，我这个月要存多少钱，然后后续再安排必要的支出，尤其会可能去压缩那个升级型的消费，其他的话就其实没有太多空间了。这样，你这个思路其实很优秀的一个思路。那你具体支出的分配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心得？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才接到这个当家主母的任务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种比例是要怎么去分配的，所以我在网上去查了一查，也用了 AI 问了 AI，然后他跟我说什么有5-3-2的分配方式啊，或者是4-3-2-1的分配方式，但我落地下来，我觉得说都不适用于我家。所以我自己的方式的话，其实我还是会先强制储蓄多少啊，然后刚需支出是多少，肯定是定了的嘛。剩下的要怎么去调节，就按照那会儿，其实主要的其实很大一部分人情支出是很多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可能有一个月，对对对，你不可能说就是写的小七八八的吧，所以我就肯定得去压缩，强压缩我的其他的提升性的消费。我其实比较好奇，有必要做那么细吗？你是不知道彩礼有点贵吧？你不当家，当然要做的当然很细啊。当家，我一个人自了饭。你一个人是吃饱全家不饿。刚需支出是可以不用很细的，但是提升型的消费是一定要细的。你知道为啥吗？就你提升型的衣食住行、纯娱乐消费、人情支出，你到时候要压缩支出的时候，你到底从哪一个部分去压缩啊？你肯定是要两个人一起商量的嘛，对吧？所以越细越好。有一个强感知，就比如说这种提升型的那种什么食。你吃个漂亮饭啊，买个咖啡啊。因为我没有结婚之前，我上班，我天天买咖啡，周末就去吃漂亮饭，这种快乐税我交的太多了。我对这种东西要求没有那么高，一个咖啡公司的咖啡，我觉得喝公司的咖啡。不是，等一下，你这个说的我就有点惭愧了。我一般都是买那个就12-30。我觉得现在咖啡很便宜啊，价格都被打破了，瑞幸9.9块啊，库里8.8块这种，然后还有优惠券。你说的我这种喝20-30咖啡的人很像脑残呢。但是我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你现在咋不一样了？我现在是已经不太交快乐税了。我现在属于那种，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可以打车，我就很快乐。你这变化有点大了。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做了当家主母，知道财命月。对。很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之前我是属于那种花几万块钱去买一个包的人嘛。但是有一次呢，就是我那个香奶奶的包，它就是在那个购物车，你知道有那个痕迹对吧？它就反过来折了一个痕迹了之后，我当时心态就很爆炸。就虽然我也不卖，但是呢，我指不定哪天又涨价了呢，对吧？有这种小的心态变化。但是问题是，我从此以后我就用它就很小心。啊，你在这里评不好吧？你就完全不敢，就是像那种我随便用个帆布包，我就随便放在哪里的那种感觉。我有一种我在伺候这个包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本来你是包的主人，现在变成了你供了一个包啊。对，他是我的主人，所以我现在就是心态就有很大的变化，我就已经不再需要这些，就是去消费什么几万块钱的包啊，去吃那种拍起来很好看的那种照片啊。当然，如果漂亮饭好吃，我也还是会去的啊。那就不叫漂亮东西，叫好吃饭。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思想观念转变很大的一个原因，以及就是因为我可能读了一些财商的书。那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因为我做了当家主母啊。就是女人是肯定要把钱握在手上的，有权利的。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有那个能够管好钱的这个能力。
今天这个家庭的那个财务的金钥匙在你的手上，不是说你可以随意的去把那里面的钱财拿出来用的。我的思路的话，我觉得还是说我是怎么可以通过这些钱生一些小崽崽，然后再存到我的库里面，再生一些小崽崽，再存到库里面。我是这种想法，你知道吗？哇，我觉得你这个思路、这个想法不黑不吹，已经打败了全国99%的大家。你小心一点，我都不敢这么说。我只是在期待，因为所以我在长这个能力，然后我有了这个思维了之后呢，我就去主动去看一些财上的书，比如说有什么就比较基础的，叫《小狗钱钱》呐，《穷爸爸富爸爸》呀。就看完了之后呢，我还会去做一个就是这种财商自查问卷，去判断说我今天自己的这种整个整体的状态是在哪里。首先是你有这种财务的意识了之后，你就要去判断你自己的技能优势和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如果你有什么优势啊，你有什么不足，你就去激发你的执行力，运用你的长处，修改你的短处，再加上一些精神上的意念上的选取。哦，我是富人，我可以变富，我绝对会有钱。那你那些自查问卷都有哪些问题？有点多，然后我整体的先放屏幕上吧，我重点说一下。首先是问你的梦想和目标，然后还有就是你为什么想要有钱，就是重点给到3个理由。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如果你现在没有钱，发生了一些状况的时候，让你感到无能为力，你会崩溃到什么程度？就比如说你父母生病了，但是你没有钱医，我就直接大爆炸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是可以反向的 push 你，我今天一定要在身体能够支撑的时候去赚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72小时之内，你可以执行哪些方案？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技能，你就去靠你的这个技能看能不能延展出来，你有一些赚钱的方案。然后或者是你有哪些不足，你可以靠你的哪些优势去补上你的短板，或者是你可以有一个财务偶像。你财务偶像他今天是怎么做的，然后去模仿他，就是尽可能的去增加你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概率。对，哎呦不错哦，我有点羡慕你这个队友，你这么靠谱的当家主。你还真别说，我其实也挺羡慕他的。我跟你讲，其实我觉得做当干部职务很有意思的，就是我接到这个任务了之后，我就非常清楚了，就是生存和生活的边界在哪里。所以今天我如果有生存能力的时候，我会很开心我自己有这个能力以及队友的付出。如果我感受到生活，就比如说出去有一些什么看电影啊，然后打车啊这种消费的时候，那我也会很开心，说今天有这个生活感知的能力和钱。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会更珍惜自己赚来的每份钱嘛。之前小孩的时候，感觉啥都不贵，现在成年了之后，就觉得说每一分钱其实都很珍贵，然后省下来为自己的小家庭做更好的规划，然后我们可以拥有更好的未来。我觉得这种满足感是完全超越了之前我买几万的包啊，或者是吃漂亮饭啊，这种所带来的这种所谓的怎么说呢，生活高级感吧。我觉得你这一下升华了呀，就是从原来的那种我需要去吃漂亮饭，然后去买很昂贵的包包，然后去向别人证明我过得很好的那种状态，变成了会通过生活中现在的一些很细微的小确幸来确确实实的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我觉得哇，这是个人生阶段不一样，这个人变化很大呀。这样吧，你去结个婚去，你去搭一下。别催了，别催了，收收收。好的。我觉得这种状态真的很好，这种摸向外求的状态，精神状态真的是太棒了。向内求。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大家都觉得幸福感没有那么高，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把很多非刚需的支出就当做理所当然，这样的话，这个幸福感的阈值就会很高，然后就很难获得这个幸福和快乐。那你幸福吗？我觉得我姓李，我是觉得把幸福感阈值调低一点的话，其实反而会更容易得到幸福。真正幸福不是想买啥就买啥，而是说我即使知道我不买什么，我也能够过得很快乐。我觉得这种对人生、对自己这种掌控感，才是真正的这个幸福。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就是如果能从很细微的生活的细节中去感受到幸福和快乐，我觉得那人生的幸福感真的不要太高。那我现在确实幸福感什么，买一小脚爆棚一下就收。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和启发，欢迎一键3连。如果你也想知道自己的钱花哪里了，不妨用我们的方法去复盘看看哦。你有哪些记账的小妙招吗？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想了解更多的人生课题和解决思路，欢迎关注我们。遇事不决怎么办？找找阿文与德西，下回见喽，拜拜。